最近荷兰的治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从2022年到今天，荷兰在几天内发生了好几起的枪击案，有些事情的原委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甚至有些凶手还在逃亡中。就在上2个月，在 Rotterdam Sparta 体育馆入口的附近就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就在隔天，乌德勒支 Houten 的居民区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事发地点就在一个住宅区的停车场，这样连续发生了好几起的枪击案，让人民的心很惊慌。我自己也会感到担心荷兰的治安到底有多烂？它还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呢？嘿，大家好，我是小云。其实不只是在荷兰，普遍欧洲大城市的治安都稍微差一些。不过荷兰的治安口碑一向都不错，直到最近发生了好几起的枪击案，人们开始犹豫了。所以这一集我将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上星期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荷兰，都是外国人旅游的最佳选择。我相信当你选择到国外，不管是旅游、留学、移居，又或者是退休，这个国家安不安全绝对是你的最佳考量，对吧？就像在巴黎，永远就有人分享，你在巴黎地铁滑手机的时候，就有些小偷会趁门快关起来时把你的手机抢走。但在荷兰或在马来西亚，我靠在捷运门边滑手机，我根本不会担心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会出门的时候担心受怕说我的包包或手机今天有没有可能会被偷走呢？即便是在我所住的小镇，也不能说这里的治安是100%的安全。有些地区你可以放心的去，但有些地区是连荷兰人都不会想住的。就像这一区，白天看起来就像一般的住宅区，但一到晚上3不5时就会有爱闹事的青年出现，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伤人或是抢劫案。这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区，在每一个荷兰城市都有。但现在网络发达，我们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一个地区的治安是否良好，所以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是想买房还是想租房，都可以先在网上做好功课哦。当然，来欧洲有些事情还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要留任何东西在车里，即便它只是一袋不值钱的东西。我朋友就曾经发生过，把车停在路旁，公事包留在车里，然后自己下车去超市买一些东西，整个过程都不到20分钟，非常的快。但当他回到车时，发现车窗被砸了，公事包也不见了，自己也懵了。所以当你真的不想把东西带下车时，一定要把它放进后车厢里，不管它是值钱还是不值钱，都要把它放在一个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再来的就是不要在半夜或是凌晨时分独自在街上瞎逛，这里不像马来西亚越晚越 lively。 在马来西亚我们每天都在外待到很晚，可能11、2点或是凌晨时分才回家，但我们不会觉得紧张或是害怕什么的。不过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或是海牙等等的城市，在半夜或是凌晨时分，你在街上会遇到的大部分都是醉鬼或是无家可归留宿街头的人，尤其是在火车站和地铁站附近，因为这里的夜生活并不多，一般在晚上10点之后，你就会察觉到街上的行人会越来越少。不过我必须说，大部分欧洲车站的凌晨状况都差不多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欧洲车站附近的治安一般都不会太好。接下来的就是无论你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千万不要把你的包包或者是值钱的随带物品随便放在桌上或者是椅子后面，因为如果你的包包掉在地上，别人拿走了你也不会察觉到。在这里不见东西就像在马来西亚一样，大多时候都找不回了。我一般在欧洲旅游时都会把护照和身份证放在不一样的包包里，即便你真的非常不幸被劫了，你很可能还保留着自己的护照和身份证。我觉得包包还是尽量抱在自己的身上是最保险的，尤其是在欧洲的旅游胜地，那里的小偷特别多，你不会知道站在你身旁的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最后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和 Facebook 族群。
荷兰人如果在路上看到你发生意外或者是受伤了，他们都会很乐意上前去帮忙你，但他们也是非常冷漠的族群，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在你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上前去 offer 帮忙或者是献殷勤，除非是你自己开口要求他们帮忙。所以当你遇到那些过分热情或者是不断向你献殷勤的人，你就要担心，因为他很大可能是坏人或者是骗子。还有的就是当你在 Facebook 看到那些房子或者是房间特别漂亮，地段特别好，每晚的价格或者是每月的租金都特别便宜，这些你都不要相信。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联络房东时，他都会先要求你付定金，然后再看房子。当你付完定金之后，它就消失了，所以这一些你都不要付，因为这些房间或者是房子很多时候都不真实存在。我建议你还是透过合法的大型网站去找寻你想要的东西，这样是最安全最保障的。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缺点。总的而言，我认为荷兰在我去过的欧洲国家里面算是相对比较安全一类的国家。我在这里住了20年，真的没有发生过奇奇怪怪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事情是不存在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